日子定了，下月初8，张家花轿来接。二叔，我爹头七还没过，过了又如何？你爹活着的时候，不也任由我拿捏？我爹把城南药铺的利钱分你3成，你嫌少，偷偷卖了他半仓库的人参。放屁！死丫头，那些人参是你爹自己看走眼买了假货，关我屁事儿！假货？二叔，那批人参是我爹亲自验的货，你偷换出去后，转手就卖给了刘掌柜，需要我找刘掌柜来对质吗？你怎么会知道刘掌柜？就算你知道又如何？你一个女子还想翻了天不成？我不需要翻天，我只需要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北郊那间仓库，你当年用假账吞下来的那车废茶。你要那堆发霉的烂树叶子？怎么，二叔舍不得？那车茶在你账面上记的是亏损报废，不值1文。给我，你省了清运的工钱；不给我，我就去顺天府敲灯文谷告你侵吞王兄家产。你要那车烂茶可以，但我也有个条件。说，拿了这车茶，你就给我从沈家滚出去。从今往后，你和沈家再无瓜葛，爹死娘嫁人，你自生自灭。二爷，您不能这样啊！大小姐她才16岁啊！狗奴才，滚！沈万才，我答应你，北郊仓库归我，沈家的一切归你。但今日你打老钟叔这一巴掌，我记下。记下又如何？你拿什么还？拿这个。这张东西的副本我寄存在了城西的钱庄里，若我3天内不取回，它就会出现在顺天府尹的衙门。你早就准备好了。二叔，你以为我今天跪在这里是为了求饶？对了，下月初8，替我给张屠户带句话，就说他儿子那双腿是被我打断的，让他省了那10两聘礼，留着给自己买棺材吧。大小姐，您糊涂啊！这全是5年陈的劣质粗茶，发苦发涩，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喝。江南的达官贵人嫌它苦涩，可北境的游牧民族却视若珍宝。他们天天吃烤肉，极度需要解油腻。这种便宜耐泡的粗茶正是刚需。可是大小姐，去北境路途遥远，中途必须穿过黑风寨的死神地盘，那帮土匪杀人不眨眼，咱们去就送死啊！死路，我偏要用这车废茶趟出一条金光大道。装车，去黑风寨，做笔天大的买卖！沈大小姐，黄泉路远，哥哥送你一程。别杀大小姐，要杀我！滚开！老骨头不值钱。住手！我二叔给了你多少银子？沈万才那老东西挺大方，500两雪花银买你这颗美人头。500两，我沈景书的命就值这点碎银子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死到临头还嫌自己贱？带我去见你们大当家，我送他一场10万两的富贵。拿一车发霉的烂树叶骗鬼呢！老子现在就活劈了你！你若杀我，黑风寨全寨等死！臭娘们儿，你敢咒我们？你们大当家每逢阴郁，双膝致痛吧？痛如刀绞，连床都下不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带路，只有我能救他的命。就是你这黄毛丫头，说能治老子的病吗？这不是病，是富贵催命符。少他娘的故弄玄虚，说人话！你们顿顿吃肉，大碗喝酒，从不吃青菜，体内积毒，这叫痛分。痛分？山下的庸医怎么说是风湿？
庸医若能治，大当家何至于生不如死？那你打算怎么治？用你那车烂茶？正是。大哥，别听这娘们忽悠，那玩意儿苦得跟黄连一样。良药苦口，它能刮油解毒。喝下去，半个时辰内疼痛必减。你敢在里面下毒？我若下毒，能活着走出这大门吗？老子就信你一次。若是没用，老子活剥了你的皮。神了，老子的腿竟然真没那么疼了。大哥，真的管用吗？我不仅能治你的腿，还能用这批茶帮你们打通北境的门路。你的皮货、兽骨，甚至将来能搞到的战马，我带去京城变现，利润我们五五喷成。去京城？你一个女子，连城门都进不去。我偏要去。北境的货，京城的钱，这条道我踩定了。第一步，就是用你的皮草换我的茶，先把路子趟出来。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女娃娃！哼，这笔买卖老子干了。雷大当家，5000两黄金买我侄女的命，还有那车废茶。5000两，二爷真是好大的手笔，连人带茶，一把火烧个干净。听说那丫头的爹才死没多久啊，你这做叔叔的霸占了亲哥的家产，就给他留了一车发霉的破茶，这是我们沈家的私事，还逼着亲侄女嫁给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瘸子。二爷，论冷血无情，我们土匪都自愧不如啊！雷震天，你到底接不接这单买卖？那死丫头不死，我寝食难安。他那股子狠劲儿太像他爹了，一旦让他找到靠山，我沈万才必死无疑。所以你怕了，你怕一个被你扫地出门的弱女子？少废话，拿钱办事。这钱老子嫌脏。你疯了，有钱都不赚。因为他知道我的命比这些破铜烂铁值钱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二叔，让你失望了。原来我的命在你眼里值5000两。你怕我用那车废茶翻身，你怕我夺回属于我爹的一切。你敢勾结土匪？放屁！这叫合伙做买卖。沈姑娘能治老子的病，她就是我黑风寨的贵客。沈万才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光要活着去京城，我还要把你的家产一寸寸剥下来。沈锦书，你别太得意。京城商会会长是我拜把子兄弟，大梁律例，女子不得行商。你敢踏入京城半步，我让你死无全尸。规矩是人定的，大梁没有女子行商的规矩，那我就去京城踏出一条铁律，把你们这群老狗全踩在脚下！内有亲叔叔这条疯狗死咬着不放，哼！外有北英那群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。女娃娃，你这条命悬得很呐！大当家这是怕我死在半路上。放屁！老子是怕你跑了。你死了，老子的腿疾谁来治？老子那一库房的货，谁去换成真金白银？所以呢，你要把我囚禁在这黑风寨吗？
老子亲自带人护送你去北京。你堂堂大当家，要给我当保镖吗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！老子是盯着我的钱，顺便盯着你每天给老子熬药。好，有你黑风寨这面大旗，沈万才再想动我，就得掂量掂量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敢来，老子就把他的骨头一寸寸捏碎。大哥，你不能走啊！你为了一个女人离开山寨，弟兄们怎么想？老子是为了钱，为了命。老二，我不在，你给老子看好家，要是出了半点岔子，我活劈了你！是，大哥放心。大当家，别高兴得太早。沈万才昨晚铩羽而归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就凭他养的那些废物私兵，他有钱，能买通黑道，也能买通白道。去北境的必经之路落雁谷，那里必定有他布下的天罗地网。那老子就一路杀过去，神挡杀神！大小姐，前面就是落雁谷了。老奴前时跟马队走过7趟，这地方两边崖壁上藏人的话，马蹄声会被风吃掉，听不出来的。哼，老家伙眼力不错，安静的有点过头了。悬崖上面有杀气，人还不少。沈万才真是下了血本了，为了杀我，连落雁谷的悍匪都雇来了。怕了，现在掉头还来得及。我沈锦书的字典里没有退路。小心，这是军中的破甲弩！给老子滚开！军中的硬弩，沈万才这老狗疯了！大小姐，悬崖上全是火箭！风向变了。变个屁！再不退，全得被射成刺猬！不退，周叔，点火！点什么火？烧茶，把最外面那层陈茶全烧了！你疯了？那是咱们换命的本钱！命都没了，要本钱何用？哼！5年陈的那煤茶，加上这道观的狂风，我看他们能在上面撑多久？这也有毒！没变之气比毒药更致命。你个毒妇！在上面射老子不是挺爽吗？再射啊！沈万才给了你多少好处？沈万才算个什么东西？不是他，那是谁？你以为只有你二叔想让你死？京城商会已经下了绝杀令。京城商会，我与他们无冤无仇。无冤无仇？你二叔的信里加了一张你沈家祖传的商道地图，江南、北境、京城沿途驿站、部落的暗桩全在上面。商会做了30年垄断生意，靠的就是这条商道，无人能破。你若进京，就是砸他们的饭碗。你连北境的门都进不去，就会被剁成肉泥。原来如此，我那位好二叔为了杀我，连祖坟里画着玩的旧地图都能拿出来当刀使。那就让他们看看，我沈锦书是怎么把他们的规矩踩碎的。雷大当家，把这些军弩全拆了，弩机卸下来，弓臂锯断，只带核心的弹簧钢和基错零件。到了北境，这就是咱们打开市场的敲门砖。中原狗，敢来苍狼部落骗吃骗喝，放开他，老子活劈了你！哼，就凭你这几个人，全得变成狼粪。首领这把刀，砍得破重甲吗？你什么意思？
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？听说你们正被铁浮屠马匪追杀，那是我们部落的血仇，不用你管。雷大当家，把东西呈上来。哼，让这群土包子开开眼！大梁军弩的核心机矿，还有图纸，你们是军器舰的人？这些只是样品，证明我能拿到大梁最好的铁。真正要卖的是车里的东西。你敢耍我？拿一车发霉的烂树叶换我的极品皮草？你敢对沈姑娘不敬？首领，你们族人活不过40岁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天天吃烤肉，从不吃青菜，肠胃如火烧，腹胀如鼓，痛不欲生。长生天亮下的诅咒，无人能解。这不是诅咒，是吃出来的毒。这发霉的粗茶就是救命良药。刮油解毒，喝了它。这真能救命？不信，你可以继续等死。神了，肚子里的火灭了！神药，这是长生天赐予的神药啊！一车茶加一套弩机图纸和10套核心机括，换你满仓皮草。我还要你一封手书，日后进京用得着。到时候就说这批皮草是苍狼部给大梁朝廷的贡品，我沈锦书是押运贡使。换！以后北京的皮草全归你。发财了！这批货运到京城至少10万两。大小姐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慌慌张张的。京城商会发了海捕文书，他们封锁了所有关卡，拒收沈家一切货物。二爷联合了商会，这是要断咱们的活路啊！断我的活路？既然他们连门都不让我进，那我就带人杀进京城，端了他们商会的老巢。死丫头，真以为你能活着进京？商会下了封杀令，你这车货只能烧了。二叔，你烧一个试试。将军，此女走私违禁品，立刻焚毁！商会有令，沈家货物片甲不留。商会的令比大梁军令还大。北境苍狼部进贡文书在此，皮草200张，御寒军需，秋贡之礼。押运贡使按大梁律，沿途宽卡不得阻拦。今日你若是烧了这些进贡的贡品，你们都得玩完。贡使，苍狼部何时立的贡使？本将为何未接到兵部通传？这是呼延烈首领的亲笔信，上有边关守将吴大人的署名。校尉若不信，可派人快马去边关核实。但这批货若因您的拖延冻坏在路上，朝廷秋贡出了差池，问责下来，您担得起吗？这不可能！你哪来的贡使身份？我用一车茶、一套弩漆图纸换的。二叔，你买通关卡的银子白花了。对了，那份假地图的事，我回头再跟你算账。你个疯子！商部不会放过你的！开闸进京！沈万才办事还算利索，那野丫头估计已经冻死在城外了。什么人敢在商会撒野？江南沈家沈锦书，来给各位老爷送终。极品血狐皮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走正门进来的。
以苍狼部共使的身份，怎么，周会长不欢迎朝廷共使吗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儿家，抛头露面做生意，简直不知廉耻！不知廉耻。你身上穿的苏绣是江南绣娘织的，你吃的保命人参是长白山采药女挖的，天下货物一半出自女人之手，怎么到了卖货赚钱这一步，女人就不合适了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，这是规矩。那您把规矩写下来。哪条大梁律写了女子不得行商？你反了，你反了天了！拿不出来，那我就立个新规矩。从今天起，这京城的皮草定价权我沈锦书说了算，谁敢拦我，我让他倾家荡产。你就在这大街上摆摊儿吧，我倒要看看谁敢买你沈家的货。周会长好大的官威啊！在京城地界，商会就是天。我耗你3天，等你连客栈都住不起。这批货我按1成价回收。1成价？你当我是来要饭的？这批极品雪狐皮，我宁可烧了。你疯了！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！快去救火，把皮草抢出来！谁敢动我的东西，死！北境苍狼部秘法销制的极品，浴火生香，水火不侵。哎呦，婉姑姑，您怎么亲自出宫了？这香味是极品雪狐皮。姑姑，商会刚进了一批上好的白狐皮。滚开！长公主御寒正缺一件极品大衣，你这货怎么卖？商会卖500两一张，我卖1000两。1000两？你穷疯了吧？姑姑，这贱人分明是在敲诈您。你商会的皮草是用硫磺熏白的，穿久了会烂肤毁容，你还敢给长公主穿？你血口喷人！我的货是纯天然北境雪狐，毫无杂色，遇水不湿，浴火生香。1000两买长公主的凤体安康，贵吗？好一张利嘴，好一双慧眼。这车货，长公主府全包了。第1桶金到手了，老钟备马去西山，我要买下那座没人要的废铁矿。好东西比江南进贡的强100倍，没那股子刺鼻的劣质硫磺味儿。商会那帮蠢货还想拿硫磺熏的糊弄您，谁这么大胆子敢抢商会的生意？是个江南来的小丫头，叫沈锦书。她当街点火烧皮草，还指着周会长的鼻子骂他，骂周老王吧。这丫头胆子够大的，万难之中博生路，有点意思。但她得罪了商会，在京城寸步难行，寸步难行。自家叔叔容不下她，残留的一点茶叶跑去北京换皮草，现在又在京城踹门立威。江南那帮老财阀安逸太久了，把我的令牌给他，顺便派人盯着他，适当的时候推一把。殿下，您要帮一个商贾之女，本宫缺一把搅浑江南死水的刀，这条小鲶鱼我看就挺锋利。这西山铁矿我要了，开个价。姑娘，实不相瞒，这矿邪门的很，挖出来的石头又硬又黑，烧不化也炼不出铁。我前后请了7、8个师傅，都说没见过这种石头，断定是废石。我实在撑不下去了，才想着脱手。1万两，够吗？大小姐，使不得呀！那是您拿命换来的血汗钱啊！买这座废山就是把钱往水里扔啊！1万两成交，地契就在我怀里。姑娘真是活菩萨，这破地方归你了。周会长有令，京城1寸土都绝不能卖给沈家这个贱人。可这位姑娘先出的价啊！商会出2万两。周会长有令，京城1寸土都绝不能卖给沈家这个贱人。可这位姑娘先出的价啊！商会出2万两，地契拿来。我看谁敢动。
5万两，这矿我沈锦全包了。你个疯女人，花5万两买废矿，给我打，把地契抢过来！你们敢当众行凶？这地契我收下了，回去告诉周会长，大梁律法买卖自由，价高者得。这京城的商机，我沈锦书尽定了。你等着，买个废矿，我看你怎么死！5万两啊，就换了这么个破洞。那矿主说的没错，这石头连火都生不起来。钟叔，那些人认不出这石头，是因为他们没见过。嘿，这不是废铁矿，这是半生乌金。乌金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大梁军方梦寐以求的锻造极品，只要掺入1两，凡铁就能削贴如泥。废弃，那是骗外边那群蠢货的。这西山矿脉早就是我们黑虎帮的了。既然看到了乌金的秘密，那你们就得变成这矿坑里的死人。今天你们全得变成这矿坑里的死人！你这见不得光的老鼠，力气不小，可惜在洞里施展不开。老子这几十号兄弟，一人一锤都能把你们砸成肉泥！杀了他们，把那5万两银票搜出来！杀了我，你们也活不过今晚。吓唬老子，在这西山，老子就是王法。大梁律，私采军用乌金者，斩立决，诛9族。你们偷偷挖了3年，敢拿出去卖吗？只能像下水道的老鼠一样躲在这里。那又怎样？杀了你，神不知鬼不觉。现在，我是这座矿的合法主人。只要我一死，官府立刻封山查抄。到时候，你们这群黑户全得拉去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跟我干！我给你们合法身份，我带你们光明正大的赚大钱。黑虎帮愿为东家效死！死丫头，你果然没死在里面！李捕头，他勾结黑虎帮悍匪，立刻把这贼窝封了，把他们抓进死牢。沈锦书，有人举报你私通草寇，现在乖乖束手就擒。私通草寇，证据呢？这西山废矿里藏着黑虎帮，全京城都知道。你花5万两买个废矿，不是勾结土匪是什么？周管家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独眼龙，过来见过官爷。黑虎帮，你们想造反吗？造什么反？老子现在是良民。看清楚了，这是我开具的雇佣宝书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黑虎帮所有人自今日起为我沈家合法雇工。李捕头，你若敢封我的合法矿场，我就去顺天府告你滥用职权，与商会勾结，诬陷良民。不可能，他们明明是通缉犯。通缉犯？京兆尹的案卷里有他们的名字吗？你商会为了压价，故意造谣他们是土匪。李捕头，商会欺上瞒下，该当何罪？这都是误会。姓周的，你敢拿官府当枪使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是我。东家，这乌金石太硬了，根本化不开，普通的炉火温度不够啊。要是有北境的猛火油就好了。猛火油不用那么麻烦，把那些5年陈的茶砖全部扔进去。东家，
拿茶叶炼铁，这闻所未闻啊！茶砖极度干燥，内含油脂。哼！给我狠狠的烧！烧成了！明天一早带上这把刀去兵部竞标，我要让京城商会彻底滚出市场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死丫头，你还真敢来兵部送死！商会的百炼钢刀已拿下军需大单，兵部重地、闲杂人等立刻滚出去！大梁军需庆标，向来是价低质优者得。我沈家的刀还没验，凭什么定标？拿一块废矿石打出来的破铜烂铁，也敢跟商会的百炼金刚大刀相提并论？破铜烂铁，那你敢不敢跟我当场对砍验刀？放肆！兵部大堂岂容你一个女子撒野？大人息怒，既然他找死，就成全他。我要让他输得倾家荡产，身败名裂。哼，准了，校尉，拿商会的刀去试试。姑娘，刀剑无眼，你可拿稳了？你只刀用尽全力。不可能！削铁如泥，这是神兵啊！周会长，你的刀太脆了。作弊！你一定是在刀上涂了妖法。商会的刀造价5两银子一把，我沈家的刀造价只要1两。1两银子，你敢在兵部大堂信口雌言？西山废矿提炼乌金，成本极低。10万把军刀，我能替朝廷省下40万两。大人，不可啊！她是个女人，大梁军需岂能交予一介女流之手？大人，商会承诺的孝敬再加2成。周会长言之有理，女子行商已是出格，涉足军需更是荒谬。本官宣布，此次竞标京城商会胜出。好一个兵部侍郎，好一个贪官污吏！你宁可让前线将士拿着废铁去送死，也要保住你口袋里的那点脏钱。来人，把这咆哮公堂的刁妇拿下！沈锦书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在京城，权势才是最大的规矩。权势？哼！那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权势。长公主有言在先，凡遇不公，持此令牌可入宫求见。今日我沈锦书持令叩请，求的是大梁将士的清白军需。长公主驾到！王侍郎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微臣不知殿下驾到。这就是你给本宫皇帝挑的军刀，拿这种破烂去糊弄边关10万大军。沈姑娘，你的刀本宫看了，从今日起，大梁军需全由沈家承办。殿下，商会100年基业呀，不能给他！100年基业，一群吸血的蛀虫罢了。查差京城商会，胆敢反抗者，杀无赦！二叔，他竟然和兵部的人勾结在一起。二叔，跑这么快去哪儿啊？
沈锦书，你敢在兵部外杀人？杀你这种老狗，脏了老子的刀！你买通兵部侍郎，想置我于死地。置你于死地！死丫头，你以为拿下军需就赢了？10万把军刀，限期1个月交货。西山有的是乌金，我沈家铁匠日夜开工。但炼铁的煤炭呢？没有煤炭和生铁，你拿什么炼刀？你干了什么？我把江南沈家的祖宅全抵押了，换了50万两白银，买通了京城曹帮。从今天起，没有1斤煤炭能运进西山，交不出军刀就是欺君之罪。我要亲眼看着你被押入大牢。东家，我没用啊！大小姐，高卢全停了，曹帮的运煤船全被扣在通州码头了。还有多少村煤？连今晚都撑不过去。曹帮那群王八蛋封锁了所有水路通道。好一个釜底抽薪！大小姐，交不出军刀可是死罪啊！咱们逃吧，逃回江南，隐姓埋名。逃！我沈锦书的词典里没有这个字。他封我的水路，我就去砸了他的码头。备马，去通州曹不帮总督。赵帮主，这次多亏您仗义出手。那死丫头现在肯定在西山哭爹喊娘呢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哼，在京城这片水域，老子不点头，一片树叶都飘不过去。什么人敢闯我曹帮总处？江南沈家沈锦书。你还敢送上门来？赵帮主，杀了他，我再加10万两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今天老子就把你剁了喂江里的王八。赵帮主，动刀之前先看看这个。什么破纸？你是想拿钱买命吗？这是3大北兵部落的血印契约，3大部落以签字画押，未来1年的所有完马优先供我沈家采购。赵帮主，你的车队80%靠这3部的完马托运，我若断供，明年你的货船全得趴在码头生锈。你哪来那么多钱买断3大部落？长公主赏的100万两银票虽未兑出，但我用它做了抵押，汇通钱庄到了我30万两现银。不可能，那银票明明被冻结了。汇通钱庄认的是长公主的官票，冻结的是现银直取，可没冻结抵押贷款。现在立刻给我的煤船放行，否则我让你的曹帮明年连1匹马都租不到。你敢动老子？在通州地界，没人敢骑在老子头上。没有北境的完马，你的车队全是一堆废木头。你的曹帮就是一堆摊在岸上的死肉。赵帮主，别听这贱人忽悠，我出双倍的钱杀了他，把他杀了喂狗，一切后果我担着。赵帮主，你干什么？双倍的钱，老子整个帮派都要没了。赵帮主果然是个聪明人，今晚子时前，煤炭必须运到西山，运费全免，就当是你赔罪的诚意。全免？你不要欺人太甚。那我就把3大部落的优先采购权卖给你的死队。算你狠！来人，传令放行。小姐，10万把乌家军刀已全部完工，只要明早交接给兵部，咱们就赢了。沈万才的如意算盘终究是落空了，但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掉以轻心。沈锦书，你的死期到了。
王大人，您深夜带兵闯入，意欲何为？那本账册是伪造的，本官早就查清楚了。只要毁了你这批刀，就没有实物能证明军需质量。长公主就算有账册，没有实物对照，也奈何不了本官。今夜之后，死无对证，全部查封，就地焚毁。王大人，原来你打的是毁尸灭迹的主意。你毁得了实物，毁得了对应的编号吗？编号？什么编号？每一把军刀我都刻了编号，与账册上的记录一一对应。销毁了实物，编号依然在，账册依然有效。你早就算计好了。王大人，你毁刀灭证的算盘打得未免太糙了。贱人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乌金材质极其致密，本就比生铁轻量，这轻的2两是为了让将士挥刀更快。大小姐说的对，乌金刀比生铁刀轻快得多。强词夺理，本官说不合格就是不合格，毁了这批废铁，把高炉给我砸了！我看谁敢动！造反了！你们竟敢袭击朝廷命官！造反的是你，这是你和京城商会贪墨军饷的铁证。你若是敢砸，明天我就让你满门抄斩！你敢诈本官？那根本不是什么账册，是废纸！是真是假，长公主一看便知。贪墨军饷30万两，凌迟处死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本官就成全你。杀了他，账册烧掉，一个活口不留！我看谁敢！长公主懿旨，全都给本宫跪下！长公主的懿旨。王大人，你的账册殿下看过了，贪墨军饷罪无可恕，拿下！王大人，黄泉路远，走好。沈姑娘，军刀可备齐了，10万把乌金黑刀，随时可拔营。王侍郎栽了，商会全毁了！这死丫头简直是妖孽！她明天交了军刀，我们全得死！交刀？她没机会了！你还有底牌？西山区兵部大营必经断魂桥，我在桥砖下埋了500斤黑火药。500斤，连人带刀全炸成灰！我要让他尸骨无存，给我的商会陪葬！东家，这桥上太安静了，连个鸟叫声都没有，透着邪气。最后10里路，沈万才必会狗急破墙，全速前进，冲过断魂桥！火药，桥下埋了火药！退不了了，车队太长。不退，我去断引线，哪怕是下地狱，我也要把这批军刀送进大营。想掐引线，去死吧！给我滚开！小铁如女，这不可能！敢动我东家，拿命来！雷大当家，拉我上去！东家好胆识，咱们上去！怎么还没响？引线受潮了？不可能！我亲自倒的猛火油，它肯定已经被炸成肉泥了。二叔，让你失望了。你是人是鬼？500斤火药啊，怎么可能没炸？因为你们的命，阎王爷都不收。雷震天，一个不留！金叔，我是你亲二叔啊！我把家产都还给你，饶我一条狗命！还给我？你拿什么还？江南沈家祖宅的地契，你抵押给曹帮的祖宅，我买回来了。现在你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。
10万把神兵。沈姑娘，你立了大功，长公主有令，赏银100万两。100万两！我这是全下毒，把钱给我，我要去买官，我要当首。把他拉下去，别脏了军营的地。沈姑娘，京城商会已灭，这京城的商界以后就是你的天下了。我的天下？不，这还远远不够。大梁的祸一半出自女人之手，我要组建一个全由女子掌权的锦书商帮。大小姐不好了，江南最大的汇通钱庄拒绝兑换我们的100万两银票，他们要断咱们的资金链。哼，沈姑娘，这100万官票汇通不认。钱掌柜，这可是长公主赏的官票啊！您拒兑现银，这是要断我们沈家的活路啊！长公主的赏赐又如何？汇通钱庄是江南商会开的，江南总会下了死令，冻结你一切资金。所以你们想把这100万两变成废纸？没错，没现银，你拿什么建锦书商帮？我大发慈悲，给你兑10两银子，滚回老家。10两？钱掌柜好大的手表，可惜我这人脾气不好。我不光要兑现银，我还要你这汇通钱庄今天就破产！你个疯女人做梦呢！把这疯耙子给我乱滚打出去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全京城的百姓都跑来提款？因为我发了告示，汇通钱庄资金断裂，马上就要跑路了。还我血汗钱，快给我兑现银！兑银！你造谣！我们汇通银库里有的是钱，有的是钱。好啊，雷仲天，开箱！我用1成利息收了全城百姓的散票，现在我代表全城百姓来提现。你不是不兑100万大票吗？那我就用这几10万两散票抽干你的银库。挤兑？你这是要毁了江南商会的根基！毁了又如何？今天你不拿出几10万两现银，这些被逼急的百姓就能把你的钱庄拆了。完了。银库空了，全被提空了。沈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给您兑100万银票。现在想兑，晚了。这汇通钱庄以后改姓沈，这就是我锦书商帮第1家钱庄总号。大小姐，出大事了！咱们派去江南招募女掌柜的商队，全被江南知府抓进死牢了。什么罪名？江南总会联名状告咱们，罪名是走私货物、聚众谋反、秋后问斩啊！大人，这件五爪龙袍做的可还逼真？苏会长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私制龙袍，这可是诛9族的死罪啊！死罪？那是留给沈景书的死罪。那贱人在京城搞挤兑，以为能断我的财路。我已经在他派回江南的商队货箱里塞满了这种要命的玩意儿。你是想给他扣上聚众谋反的冒号？大人只管抓人，剩下的我来办。我要让那贱人知道，在江南这片地界，我苏半城才是真正的主子。大小姐，江南总会这是要赶尽杀绝呀！他们不仅抓了女掌柜，还抓了他们的家人。逼击司臣，聚众谋反，好一个苏半城，好一招釜底抽薪。他以为抓了我的人，我就只能束手就擒。备马，带上这刚提出来的100万两现银，我要光明正大的砸开江南知府的公堂。可那是知府衙门啊，咱们斗不过官府的。官府又如何？就算是天王老子，我也要去斗上一斗。大胆刁妇，龙袍就在你们货箱里搜出，还不画押认罪？来人，大刑伺候！沈锦书自身难保，你们还指望他来救吗？我看谁敢动我的人！你竟敢硬闯公堂，大胆狂徒，来得正好，将这反贼拿下！反贼走私，大人断案就是靠苏半城塞的龙袍吗？大人，我做了327笔生意，每一笔我都按大梁律交了足额的税。说我走私谋反的人，他的税当在哪里？你这是伪造官印！长公主御赐金牌在此，谁敢说是假的？
沈锦书，救出这群废物又如何？江南36家大绸缎庄全听我的，没有我的条子，你买不到一根蚕丝。散户蚕农谁敢卖给你？我让他们全家在江南待不下去。苏会长，话别说得太满。那我就看你这商帮怎么活活饿死。起！东家，咱们完了，全完了！苏半城垄断了所有上等生丝，散户蚕农被他吓得不敢跟咱们做生意，交不出京城的布匹订单，咱们要赔10倍呀！三娘，谁说做布匹一定要用上等生丝？不用生丝，那用什么？江南每年废弃的粗麻和短纤有多少？那是下脚料啊，堆成山都没人要。没人要，我要。把江南所有的废料全部给我收回来。散户蚕农不敢卖生丝，废料总没人管吧？东家，那玩意儿根本织不成布啊！以前不行，但现在我有西山铁矿。苏会长，打听清楚了。那死丫头疯了，在城南收破烂呢。收破烂？收什么破烂？就是那些没人要的粗麻和缎丝，她租了城南的废弃仓库，堆得像山一样。哼，我还以为他有什么通天手段，原来是走投无路，想拿废料充数。会长，斩草要除根呐，那废物极易点燃，而且我打听过了，那仓库底下似乎有什么石器的隔层，不如……沈二爷，你对自己的亲侄女可真够狠的。他抢了我的家产，他必须死。去吧，做得干净点。多谢会长，今晚我就让他倾家荡产。东家，这线太粗糙了，木织机的梭子根本穿不过去，一拉就断。大小姐，京城的交货期只剩3天了，交不出布，咱们要赔10万两违约金啊！木梭子穿不过去，那就换成乌金刚梭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全是用铁打的。这是西山铁器坊日夜赶工的杰作，木屐吃不下的废料，它能吃。三娘，踩踏板。天哪，没断，线没断，织出来了，比普通的麻布结实10倍。这种粗布，京城贵族不穿，但边关的10万将士急需它做营帐和战袍。苏半城以为封死了我的生丝，我偏要用他眼里的垃圾赚走大梁军需的100万两。死丫头，你的心血全在这儿了吧？今晚我就送你上西天。放火箭，连人带货，全给我烧成灰！烧吧，烧吧！哈哈哈哈！沈家的产业终究是我沈万财的。二叔，你笑得太早了。你怎么在上面？我不在这儿，怎么看你放火？你以为这仓库里装的是废料麻布？你什么意思？打开大门，让他死个明白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火药，你不是说这是废料仓库吗？二叔，你说巧不巧，我租的这间仓库正好盖在苏半城的地下金库上面。他为了防盗，金库里本就存了火药，
你算计我，你早就知道。我可没让你放火，火是你亲手点的，引线是你亲手烧的，炸的是谁的金库，你自己跟苏半城解释去。神金术，你不能好死啊！城南炸了，快去救火！我的乖乖，东家这手笔也太大了！老东西，炸死你算便宜你了。苏会长，我把他的脂肪炸了他的脂肪！你个蠢猪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破脂肪，这是老子秦藏江南80%税银的地下金库。金库怎么会这样？二叔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沈锦书，是你设的局。苏会长，这可是我二叔亲手放的火，几百双眼睛看着呢。而且那火药是你金库自己存的，我不过是租了个恰好在你上方的仓库。你是故意租下我金库上面的破仓库，用废料做掩护，引诱他来烧。你用龙袍栽赃我，想诛我九族。我借二叔的手，烧你300万两黑金，这叫礼尚往来。老子今天活劈了你！杀我？你还是先想怎么跟知府交代吧。300万两税银化为乌有，知府会剥了你的皮。交货期限已到，沈锦书，军部何在？回禀钦差，10万匹乌金粗麻军部已全部备齐，请大人验货。不可能！我封锁了所有大型绸缎庄和生丝行，你哪里来的布？这绝对是次品！苏会长，你以为江南只有你的大型商行吗？城南15家散户残农，城西8家小织坊，我用全额预付，风险担保，让他们悄悄给我供了1个月的货。你盯得住大商行，盯得住千家万户的小作坊吗？验。大人，此部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乃是大梁100年难遇的极品军需啊！好，哈哈，好一个沈锦书，本官重重有赏。苏会长，我用你眼里的废料赚了朝廷的100万两，你气不气？极品军需又如何？江南大运河归我江南总会管辖，没有我的通关文牒，一片布也别想上船。通关文牒，苏半城，你睁大狗眼看看这是什么旗？今天谁敢拦我的船，就是等同于向大梁北境30万血骑宣战。说，谁派你来凿船的？完了，船底被凿了10几个大洞，连人带货全给龙王爷做祭品吧！东家，水太大了，堵不住了，10万匹军需啊，全得沉江了。沉江，那就让它沉。东家，你疯了！这可是杀头的大罪！雷大当家，劈开你身后的木箱！石头，怎么全是石头？回去告诉苏半城，他那些水鬼，我的人一个都没漏。今晚是他最后一次有机会派人下水，明早军部全部上船北上，他再也拦不住了。东家，船要断了，快走！带上这个活口，咱们上岸！胆大包天，竟敢凿沉兵部官船！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没人指使，是我自己看沈家不顺眼。看我不顺眼，
你一个穷水鬼，用得起江南总会的官银？大刑伺候，打到他开口为止。别打了，我说我全招。是苏半城，是他的管家给我1000两，他让我凿穿船底，让军需全部沉江。好一个苏半城，好一个江南总会，竟敢截断边关10万将士的生路，诛九族！钦差大人，真正的10万军部毫发不损，就藏在后方的10艘民用商船上。我提前布了暗探，得知苏半城招募水鬼后，连夜将真货转移到了芦苇荡里。好，沈姑娘神机妙算，传本官军令，兵部铁甲军全体出动，护送沈家商船，谁敢阻拦，就地格杀勿论。得令。官船终于沉了，沈锦书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10万匹军部沉江，明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会长神机妙算，那贱人肯定淹死在底舱了，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等他一死，江南的商界就彻底清净了。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这么多船？苏会长，让你失望了。不可能！你不是淹死了吗？你的布呢？布明明沉江了！沉江的不过是一船破石头，我真正的10万军部全在这里，有兵部铁甲军亲自护航，我看你今天怎么走！苏半城，你的管家已经全招了，来人，把这企图谋害边关将士的乱臣贼子给本官拿下，就地正法。得令。带人证。当着苏会长的面大声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凿沉官船？是他，苏家的管家，1000两银票让我子时凿穿装军部的底舱。你血口喷人，钦差大人，草民冤枉！银票上有你的私印，城南破庙交的钱，你敢不认？好你个狗奴才！大人，草民御下不严，这狗奴才贪图钱财，勾结水匪，恳请大人将他千刀万剐，以正国法。会长，你要杀我灭口！好一个大义灭亲！苏半城，你这过河拆桥的老钦差大人，我全交了。不仅是凿船，城南那件仿制的龙袍，也是他让我塞进沈家货箱的。闭嘴！疯狗在胡咬什么？你书房的暗格里藏着给江南知府送黑钱的账本，老子活劈了你！大胆，竟敢当本官面杀人灭口，拿下！拿下我！钦差大人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是宁王千岁赐下的免死玉牌，江南总会每年给宁王府上贡100万两。你区一个兵部特使，敢动我？宁王玉牌，本官怎么不敢抓了？沈锦书，你费尽心机又如何？有宁王保我，你永远斗不倒我。苏半城，你以为我只是来送布的？钦差大人，苏半城垄断生丝只是幌子，他暗中勾结地方豪强，强占江南最大铁山，私自开采生铁，意图锻造兵器，私采矿矿，谋逆的死罪。宁王免死玉牌，保得了贪污，保得了你这谋朝篡位的死罪吗？拿下！铁甲军听令，拿下这谋反犯贼！不可能，此事极其隐蔽，连知府都不知道。莫非
莫非是狡兔死，走狗亲，老子被卖了！冥顽不灵，给本官拿下！来人啊！钦差大人受刁民蒙蔽，我等来为大人扫清障碍。举盾结阵。申锦书，这笔债老子记下了。可恶，竟然让这反贼跑了！大人息怒，狐狸受了惊，总会逃回他最隐蔽的巢穴。铁当家全完了，总会被查抄了。申锦书那贱人拿到了矿矿地契，地契？他怎么会知道这个私矿？铁当家，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。这3000矿工本就是按私兵训练的，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找真正的主子。你是说宁王千岁？宁王生性薄凉，但他需要军队，需要兵器。你把这3000私兵献给王爷，博个从龙之功。好，老子就陪你赌这一把。我掩护你走暗道，去见王爷。王爷救命！申锦书带着钦差查抄了江南总会，西山铁矿的秘密快守不住了。苏半城，你太让本王失望了。本王给了你江南所有特权，你却连一个黄毛丫头都对付不了。王爷，那贱人有长公主撑腰啊！王爷，铁矿里的3000私兵还在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他们愿为您效死。3000私兵，北境的雪很快就要融化了。本王的大业在极北之滨，私兵之事绝不能泄露半点。王爷放心，草民一定守口如瓶，铁岩某也绝对忠诚。哼，做本王的狗，本王的盟友，只认死人保守秘密。苏会长，只有死人才不会泄密。动手！王爷，你要杀我灭口，突厥密信，我把密信藏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本王给突厥可汗的密信在你手里。哈哈哈！狡兔三秋，我苏半城在商海沉浮30年，岂会不给自己留张保命的底牌？你敢偷看本王的绝密信件？王爷想用10万把乌金兵器换取突厥铁骑南下助您登基，这等谋逆大罪，若信件落入钦差手里，王爷您猜猜后果？哼！信在哪里？交出来，本王留你全尸。杀了我，信就会出现在京城龙岸上。我要一条船，1万两黄金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传令血浮屠，把所有印着突厥标志的兵器全部就地销毁，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你记住，本王在这朝堂上还是那个忠心耿耿的宁王。哈哈哈哈！大梁铁甲军也不过如此。老子这寨门是100年题木打造，就凭你们这些破铜烂铁也想攻破？沈姑娘，强攻不下呀！这群悍匪的连弩比兵部的还精良，再打下去，铁甲军要死伤过半了。大人莫慌，谁说我要强攻了？这是西山矿脉的地下水文图，铁矿深达100丈，闷热缺氧，全靠东侧地下暗河通风。雷冲天，把500斤毒瘴草搬出来。半个时辰内，这3000私兵要么憋死在地下，要么乖乖滚出来投降。申锦书这毒妇竟然用毒烟！暗门开了，暗门开了！苏会长带援兵来了！你干什么？我是自己人！王爷有令，销毁所有突厥兵器，不留痕迹。销毁兵器？那老子的投名状呢？没了兵器，老子拿什么跟朝廷谈条件？老子跟你们拼了！10万把乌金兵器全印着突厥狼头，宁王的血浮屠正在销毁证据，再不进去就全完了！突厥狼头，宁王千岁他，宁王千岁他私造兵器，勾结外敌，这是谋逆呀！谋逆！快退！全军撤退！山里有危险！不能退，退了我们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没有铁证，你敢指认当朝亲王谋逆，宁王只需反咬一口，说我们诬陷，你我连同3000铁甲军诛9族。这该如何是好？
兵器库在哪儿？在最底层玄冰洞，旁边有我留的保命暗道。雷震天，跟我进去拿证据。沈锦书，你还真敢进来送死？王爷说的对，你太自作聪明了。雷震天，拦住他！宁王不仅要卖兵器，他要把突厥铁骑直接放进京城。证据全烧了，你们全得给王爷的大业陪葬！东家，快跑，要炸了！走。沈姑娘，你没死，证据拿到证据了吗？铁证在此，突厥狼刀王谋逆的铁证。好一个铁证如山！沈锦书，你果然有点本事。赵将军，你不在京城卫戍，带兵来江南作甚？奉宁王千岁密令，江南商女沈锦书私造兵器，勾结突厥，意图谋反。你放屁！贼喊捉贼！你手里的突厥狼刀，就是你叛国的铁证。皇上有旨，钦差查案不力，受反贼蒙蔽，即刻起，江南一切军务由本将接管。来人，把沈锦书和这群叛党全部乱箭射死，就地正法。众家弓弩手，放箭，一个不留。完了，宁王这乱臣贼，老夫做鬼也不放过你！想杀我，你做梦！铁甲军听令，用乌间军部结阵抵抗。这是什么妖步？连金刚连弩都射不穿！赵将军，我这匹乌间军部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就凭你几根破剑，也想破我的阵？妖女，你少得意！众家骑兵拔刀冲锋，连人带步全部踏成肉泥！东家，众家骑兵冲锋力道太大，步没破，人要被撞死了！完了，大梁最精锐的杀戮机器！宁王与突厥可汗的往来密信，信中提到京城城防已被渗透，附有曹图，京城危在旦夕，我们必须杀出去。怎么杀？怎么杀？外面几百个铁王八！铁王八最大的弱点就是太重了。雷震天，刚才矿山爆炸，地下暗河岩壁已被震裂，拿上最后黑火药，把暗河彻底炸开。哈哈哈哈！放弃抵抗了，全军突击，把他剁成肉泥！赵将军，你这身铁壳子在平原无敌，但在这山谷里就是你们的铁棺材！动手！水，地下暗河，不，快撤！这就是你惹我的下场，赵将军，你的死期到了！你就算赶回京城也晚了。宁王的先头血弟子已经控制长公主府，你真是个死人了！钦差大人，你带证据走水路进京，我骑马走陆路，千里奔袭。宁王自己做卖国贼，却把脏水泼到本宫头上。殿下签了这份暗通突厥的认罪书，留您全尸。他配吗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属实正。大小姐，京城九门全被封锁，长公主府被围得像铁桶。长公主府后山有百丈断崖，老钟，你去正门把动静闹大。殿下，您的残军败军还在垂死挣扎呢。殿下，别签。长公主，何须与虎谋皮？
此人不需要知道。宁王这老贼！沈姑娘，救殿下，救大梁！请公按道直通城外，去西山大营调3万虎贲军擒王。殿下，您呢？本宫要去午门，就算死，也要死在父皇寝宫前。放箭，射成刺猬！镇国长公主驾到！谁敢在午门放箭，想造反吗？父皇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那5万私兵早就在暗道埋伏好了。当年你母后根本不是病死，是你下了毒。那个贱女人想把太子之位传给老三，她该死！还！宁王，你的5万私兵已经被我灌猛火油伤成灰了。突厥10万狼骑马上就到，1万斤黑煤，5000桶猛火油已全部就位。放火箭！我的先锋军全完了。交出宁王和玉玺，留你们全尸。宁王那条废狗已经送去凌迟了，至于玉玺，你们这群野蛮人也配？殿下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您必须活着登基。单剑书，我没想逃，我只是在等你们一起下地狱。逆贼宁王凌迟处死，女帝诏曰：免除天下赋税3年，大赦天下。朕派人在落雁坡挖了3个月，为什么连一片衣角都找不到？这刀是昨夜子时突然出现在铁阵上的。